一开始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愿望，人们怀揣着这种愿望，愿望连成圆圈，环环相扣，循环不息。愿望随着时间点滴积累，最后成长成为了笼罩世界的力量。人们虔诚的愿望从不曾间断，而愿望总会引发奇迹。学院岛的小宿舍里聚集的是绝不可能再出现的故人，年轻的中尉，死在战争中的姐姐，大家其乐融融地围在小方桌前吃着早餐，似乎一切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。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5，小白和猫儿该去换衣服上学了。猫儿直接当众脱衣，惊得中尉茶水喷了一桌。虽说飞师院已经给猫儿准备好了房间，但他总会半夜溜进小白的房间里，局里找来小白和猫一起上学。中尉扭过头，神色严肃地问他是否准备好了。威斯曼，小白拎起包，开始了一天的校园生活。中尉和姐姐出门工作，小白笑着和他们告别。夜晚的街道是属于氏族之间的乱斗场，拥有心脏的绿之王不再被轮椅和短暂的爆发力所束缚。潘州还好好的活着，平板小姐姐也升到了季级，绿头盔在楼体集结，费武罗高喊着口号，簇拥着他们的王周防尊。多多良就在尊扭头可见的地方，变革的绿和暴力的红相互碰撞，两把圣剑高悬于空，属于尊的那把瑰丽而完整，没有一丝的裂痕。随着双方战至震撼，肤色维稳的 Scepter 4姗姗入场，星之氏族全员拔刀，师长一刀挥开徽之王盘州射来的子弹，双方圣域张开，一灰一蓝两把圣剑加入战局。只能说青盟还是偏心赤盟，一入场就逮着绿头盔打。福建和八田再次对上了5条，一片雾气之中，小黑迟到的身影渐渐浮现，小白乘着红伞和猫儿翩然落地。这种街头斗殴怎么能少得了白鹰氏族呢？今天的日本又是和平的一天呢。这场5个王参与的街头大乱斗一直持续到深夜，第2天又是崭新的一天。八田从睡梦中惊醒，昨晚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完美的梦。伙伴们裹着被子在酒吧熟睡，他下意识地环顾四周，见沙发上睡着的尊才安下心来，多多良站在吧台上笑着和他打招呼，说着和平时一样的话。八田突然注意到地上鲜红的玻璃珠，他逃避一样的出门，说要去街上逛逛。尊也醒了，点了支烟，默默地抽着。楚云将脸埋在吧台上，一直不愿醒来。学院岛的小宿舍里依旧是前日的场景，猫儿裸奔，中尉喷茶，局里上门打招呼。只是擦桌子的小黑突然一顿，说自己今天要去见一言大人。姐姐笑着邀请大家晚饭吃自己的试做菜品，几人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。中尉扭头，再次神色严肃地问小白：“你已经准备好了吗？”威斯曼 ，Scepter 4正在为逮捕8名及权外者全员出动。福建居然好好的穿好衣服，态度也变得正经起来。特务部队部署完毕，随时都能冲击大楼进行突击。曾经为王挡枪而死的南元赫然也在其中。市长展开领域召唤圣剑，但属于清真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却渗杂进了诡异的红，就像是亲手杀了尊当时的情况。市里望着头顶的圣剑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如果前任无色之王还活着，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会完全不同？黄昏的时候，小黑和紫都来到了前主人一言大人的故居。同为3轮一言的弟子，两人何其聪明，只经过1个轮回就明白了，他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某人让他们重复的梦境，时间、场所、人际关系全都是假的，就连现在遇到的3轮一言这个人都只是他们心中残存的思想。或许不只是他们俩，有其他人应该也猜到了，只是跟着做梦，在梦里观望。他们俩都恰好想到恩师，才会来找一言商量。虽然察觉事有蹊跷，但也不知道现在究竟从何开始，又过了多久，是什么造就了现在？好事还是坏事？如果是坏事，又该如何摆脱？子被卷进的是5条的梦，自从比水流和盘州死后，他就再也没有从5条脸上见过幸福的笑容，所以他还想再多陪5条，能再次见到已逝去之人。他们都在这种堪称奇迹的梦里。想起中尉和姐姐都在时，小白所表现出的幸福，小黑愣住了，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从小白编织的梦里醒来。作为阿道夫·威斯曼，他曾经拥有着无可取代的梦，却因为背负了太多的悲伤而挥别一切。如果小白发现这是一场梦的话，也一定会这么做。子没有说什么，而是笑着问一言大人，今晚能否陪他喝一杯赏月酒，还要拉着小黑一起。毕竟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下一次了。也许只有在梦里，小黑才会真心实意地称呼子为师兄。吕氏氏族这边，5条找了半天子不见人，盘珠还在他的饭里加了最讨厌的青椒。积极干部和他们的王围坐在算不上家的家里吵吵闹闹。如果这是一场梦，没有人愿意醒来。最初的舞台首先形成，在光辉中茁壮为应有之姿，破坏与秩序交织成凡尘势力，变革的浪潮紧随其后。等守护的力量凋零，一切都将坠入混沌的深渊，象征人世沧桑的循环即将再次画上句号。再次的循环开始前，小黑拍着桌子，让小白快点醒来，不要再沉溺于梦境中了。房间里的气氛有些尴尬，姐姐笑着让猫儿换上衣服上学，一切又朝着既定的日常发展而下。子找到了平板，向他说明了情况，没想到平板很轻松的就接受了这是个梦的事实。昨晚的战斗，子没来参加，给了他一种很奇怪的缺失感。原来因为那场梦不够
完美，同时平板也觉得奇怪。如果把他们囚禁在梦中的人另有企图，那么他们的清醒是否太过容易？又或许这场梦不是为了囚禁他们？很明显，这场梦不是最先行的子做的，也不可能是平板。扣除掉已经逝去的人，五条正站在家门口朝他们招手，他们没有人愿意去唤醒五条。比起温柔的子，小黑就要显得狠心的多，一个劲儿的跟在小白身后，让他清醒一点。小白似乎完全不明白小黑在说什么，但在和中尉以及姐姐告别的时候，却露出了难过的神色。塞普特4日常进行着异能者的镇压行动，势力抬头望向天空的青色圣剑，一些崩坏的场景突然浮现在眼前，但势力只是摇摇头，选择了无视。夜晚的大乱斗还在轮回，但这一次则在五条跳下驿站后，伸手拦住了比水流和盘州，将真相告诉了两人。两人随即也意识到，他们只是五条梦境的衍生物。五条的梦境单纯而美好，幕后的灰之王能亲自上战场，他能和王一起并肩战斗。比水流感到由衷的喜悦，但他们是以破除旧习、革新为目的的绿之盟。作为绿之王，他向子和平板下达最后的任务，帮助五条摆脱这个梦境。没见队友下来的五条对上了福建和八田，八田总觉得这一幕无比熟悉，但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。福建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对着八田笑了。远处围观的小黑还一个劲儿的在小白耳边念叨着，但其实小白已经醒来了，他只是在尽可能的维持现状进行观察。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清醒，他们也该找找突破的办法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市里穿着常服去酒吧找出云，他也渐渐感觉出不对，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，但一切事情都好得太过头了，万无一失，水到渠成。正是因为称心如意，让他不禁怀疑现在到底是否真实。充实的现在就像南柯一梦，出云逃避似的扭过头，屋子里多多良和尊睡得正香，八天盯着眼前的玻璃发呆，梦境继续轮回循环。小白向姐姐请教石板的研究摘要，刘和盘州尽力将自己知道的一切教授给五条。八天和福建在小公园约会，八天很满意现在的生活，但总觉得这场美好的日子里带着哀伤和焦灼，就像是背后隐藏着更加残酷的现实。经过调查后，子和平板发现梦里的场景有很多五条不知道的东西，更像是掺杂了其他人记的多人联机梦境，而且不管他们怎么调查，都会回到出发点。而所有氏族梦境的交汇处，只有晚上那场大乱斗。今天的街道没有氏族之间的战斗，白银色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清晰可见。市里坚定的辞别市长，前去调查真相。不愿醒来的出云，最终还是被安娜唤醒。福建虽然早就发现了不对，但还是愿意陪着八田一起沉醉。只有五条已经活在梦中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让他们过去。小白展开的圣域是梦境无法修复的意象，现在只要他们能找到一点对意象的反应就行。而就在此时，他们发现了对这一切变化不为所动的神秘少年，正是他一手打造了这场几乎完美的梦境。做梦的几人分别是小白、市里、八天和五条，而这个神秘的少年正是德累斯顿石板力量本身。他从石板的破坏现场每个氏族挑选一人，并实现他的梦想。一个没有生离死别的世界，一瞬间梦境消失了。除了在场的几人，市长和安娜也被卷入到了这片虚无的空间。石板所做的只是呼应强烈的愿望，并将其实现。不过因为石板被毁，他只残余了一点能量，只能拼凑美好的事物，却无法太过牢固，算是给这些日子里透过石板和他连接的人们一点微不足道的回报。而且这并不是一场梦这么简单，石板中蕴含的祈愿与人心相连，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。活着的人，已逝去的人，将要诞生的人，网络所在所有人之间四通八达，将希望存在的人和所追求的光景拼接，组成他们所在的世界。所有已逝去的人都不是虚幻的假象，而是如假包换的本人，真实之死，虚幻之生。在这场梦就如同一个虚幻的平行世界，他们可以和所爱之人永远的生活下去。石板无意困住任何人，想要留下和离开都是自己的自由，而离开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做梦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所爱之人从脑海中忘记，即使内心千般不舍，但他们不能为了虚幻的梦而舍弃现实。五条含泪送走了王和盘州，明明是八天的梦，却没想到最不愿意走出来的人却是出云。两位挚友相继离开后，一直撑着赤盟大局不曾倒下的二把手在这一刻崩溃了。尊拍着出云的肩，让八天再给他们一杯酒的时间，喝完这杯酒再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吧。塞普特4全员向市长的剑告别，中尉再问了小白一遍，你已经准备好了吗？阿道夫·威斯曼，再见了，所爱之人，我会带着对你们的爱继续走下去。